大家好，你有没有发现身边很多人每天都在认真养生，按时吃保健品，顿顿吃水煮菜，生活自律到让人羡慕。可最后去医院检查，脂肪肝、血管硬化、骨质疏松这些问题一个都没躲开，你是不是也特别困惑？明明拼尽全力养护身体，怎么健康状况反而越来越差？难道网上流传的养生方法全都是骗人的？其实现代人不是不重视健康，而是最怕盲目跟风，踩进伪养生的坑。今天我就用榜单倒数的形式，盘点日常生活里最常见、最伤身的10大伪健康习惯，排名越靠后，对身体的伤害就越大。每一个都和我们的日常息息相关，一定要认真听完。第10名，感冒发烧一升温就马上吃退烧药。这是绝大多数人都会犯的健康误区，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，只要感觉身体发热，拿出体温计测到 37.5 度、38度，心里立马慌了神，翻出家里的退烧药赶紧吞下去，总觉得把体温压下去，感冒就能快速痊愈。很多人都把发烧当成身体出故障的坏事，可从医学原理来看，发烧根本不是敌人，而是免疫系统发出的防御警报。当病毒、细菌入侵身体时，大脑下丘脑会主动调高体温设定点，高温环境能大幅抑制病原体繁殖，还能让白血球、巨噬细胞活性拉满，免疫战斗力直接翻倍。刚发烧就吃退烧药，相当于亲手关掉身体的防御警报，不仅会掩盖病情发展，让医生无法判断真实状况，还会削弱免疫细胞的杀菌能力。原本3-5天能好的感冒，可能拖成1-2周都不好的慢性咳嗽，甚至引发深层呼吸道感染，让小毛病变成大问题。正确的做法是，普通感冒发烧没超过 38.5 度，且没有严重心血管疾病、热痉挛病史，先不要吃退烧药，多喝温开水，保证充足休息，给免疫系统发挥作用的时间。退烧药的作用是缓解不适症状，而不是治愈感冒。只有高烧难忍时，再在医生指导下合理用药。第9名，平日久坐不动，周末突击剧烈运动。这种情况在上班族和中老年群体里特别普遍。周一到周五，要么坐在办公室办公，要么在家带娃看电视，一整天几乎不活动。到了周末就心生愧疚，想着要把1周的运动量补回来，突然去爬高山、打羽毛球、骑几十公里自行车。医学上把这种人叫做周末战士。大家觉得平时不运动，周末集中练就能弥补健康缺口，可这种突击式锻炼对身体的伤害远大于益处。人体的肌腱、韧带、关节、软骨需要日常持续的轻微刺激，才能保持弹性和润滑。5天久坐不动，肌肉纤维会僵硬萎缩，周末突然高强度拉扯，极易造成肌肉微小撕裂，严重时还会导致跟腱断裂。更危险的是，高温天气下突然剧烈运动又不及时补充水分，可能引发横纹肌溶解症。坏死的肌肉细胞释放肌红素进入血液，堵塞肾脏过滤系统，直接诱发急性肾衰竭，危及生命。运动从来不是集中突击的任务，而是细水长流的坚持。每天哪怕快走20分钟，做几组拉伸，都比周末狂练3小时有效。而且不管做什么运动，运动前一定要充分热身，运动后及时拉伸收操，保护关节不提前老化损伤。第8名，追求极端清淡饮食，低油不沾，完全无盐。很多阿公阿妈听说3高危害大，就把清淡饮食理解成无油无盐，换掉炒菜锅，天天吃水煮菜、水煮鸡胸肉，连1滴油、1粒盐都不敢放，坚信这样就能远离疾病，长命百岁。可极端清淡根本不是养生，而是慢性营养不良。脂肪是人体细胞膜、大脑神经髓鞘、性激素合成的核心原料，长期不吃油，皮肤会变得粗糙干涩，频繁掉头发，内分泌严重失调，还会缺失身体的抗发炎机制，诱发血管慢性炎症。盐里的钠离子是维持神经传导、肌肉收缩、血压稳定的关键电解质，完全不吃盐，
极易引发老年人低血钠症，导致头晕眼花、反应迟钝，甚至突然跌倒。老年人一旦跌倒骨折，长期卧床，健康状况就会快速崩塌。日常饮食要适量吃橄榄油、牛油果油等优质油脂，盐也要正常添加。真正要避开的是加工食品里的隐形盐，比如泡面、薯片、香肠、咸菜，这些才是诱发高血压的真凶。第7名，只吃钙片和维生素 D3 补钙，骨头却越来越脆。一说起预防骨质疏松，所有人都知道要吃钙片加维生素 D3， 很多人每天按时服用，可去医院做骨密度检测，结果依旧显示骨质疏松，甚至骨头更脆。这是因为大家漏掉了关键营养素维生素 K2， 我们可以把钙比作建筑骨骼的砖块，维生素 D3 是把砖块从肠道运到血液的搬运工。可血液里的钙没有导航，根本不知道该去往骨骼。维生素 K2 就像精准 GPS， 能引导钙质沉积到骨骼里，没有它的帮助，游离钙会像无头苍蝇，不仅补不到骨头上，还会大量堆积在血管壁，造成血管钙化、动脉硬化，大幅提升心肌梗塞风险。这就是医学上的钙矛盾现象。而且骨骼遵循用进废退的原则，只吃钙片不运动，身体会认为不需要兼顾骨骼，造骨细胞直接停止工作。想要科学补钙，要遵循钙加维生素 D3 加维生素 K2 的黄金组合，从纳豆、天然芝士等发酵食物中补充维生素 K2， 同时搭配深蹲、举哑铃等负重运动，刺激骨骼活化造骨细胞，才能真正留住钙质，强健骨骼。第6名，迷信酸碱体质理论，狂喝碱性水防癌。这个谣言流传了10几年，说吃肉会让体质变酸，酸性体质容易得癌症，只要天天喝碱性水就能改变体质，远离癌症。这完全是毫无科学依据的伪科学。从西医生理机制来看，人体血液 pH 值被肾脏和肺部严格控制在 7.35 减 7.45 之间，始终呈弱碱性，饮食根本无法改变血液酸碱度。如果吃几块肉就能让血液变酸，人早就因严重酸中毒被送进急诊室，根本等不到患癌。有人会说肿瘤周围环境偏酸，这其实是倒果为因。癌细胞生长速度极快，局部缺氧，只能通过无氧糖解供能，这个过程会产生大量乳酸，让肿瘤周边环境变酸，是癌症导致酸性环境，而非酸性环境引发癌症。长期盲目狂喝碱性水，不仅防不了癌，还会稀释胃部胃酸，胃酸不足无法杀灭食物中的细菌，也会影响蛋白质消化吸收，导致腹胀、消化不良，纯交智商税。想要防癌，多吃西兰花、番茄、蓝莓等天然蔬果，依靠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质保护身体，和酸碱度没有任何关系。第5名，把高浓度天然草本萃取品当水喝。很多长辈对西药有抵触心理，觉得西药伤肝肾，只要看到产品标注纯天然草本提炼，就认为多吃无害，甚至把高浓度大蒜精、人参萃取物、牛樟芝等补品当水喝，这是非常危险的养生误区。大家要清楚，吃天然完整食物和高浓度萃取物完全是两码事。每天吃1颗大蒜是健康食疗，可每天吞高浓度大蒜精就是对身体器官的暴力负担。任何物质进入人体都需要肝脏通过细胞色素 P450 酵素代谢，成分复杂。无明确安全剂量的高浓度补品会加重肝脏解毒压力，严重时引发药物性肝炎。更可怕的是药物交互作用，患有慢性病、正在服用降压药、抗凝血剂、抗癌标靶药的人乱吃高浓度草本补品，会和正规药物抢夺肝脏代谢通道，要么让药效完全失效，要么让药物浓度超标产生剧毒，危及生命。生病一定要找正规医师诊疗，服用处方药期间，想吃任何保健品都要先咨询主治医师，确认安全后再食用。第4名，
觉得身体没症状就是健康，这是最致命的健康盲区。很多长辈被儿女硬拉去医院检查，满脸不情愿地说自己能吃能睡，爬楼不喘，浑身不痛，没必要花钱做检查。可这正是医学上最残酷的真相。人体的肝脏、肺部是典型的沉默器官，内部几乎没有痛觉神经。肝脏长出2-3公分的恶性肿瘤，肺部出现早期肺腺癌时，身体不会有任何疼痛或不适，依旧能正常吃喝、生活作息。等到肿瘤长大，撑破肝脏包膜，压迫周边神经，出现黄疸、腹痛、咳血等症状时，往往已经到了癌症晚期，甚至出现全身转移，彻底错过手术切除的黄金治疗期。疾病的发展是渐进式的，症状出现却是断崖式的，千万不能用有没有痛感判断健康状况，一定要积极参与政府提供的定期癌症筛查，比如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、肺部低剂量 CT、腹部超声等科学的医学筛查，才是守护晚年健康最可靠的护身符。第3名，花大钱买排毒餐做排毒疗程，市面上各种排毒果汁、咖啡灌肠、排毒代餐层出不穷，号称能清除宿便，排出体内毒素，延缓衰老，让无数人心甘情愿花冤枉钱。可人体根本不需要这些外在排毒手段，造物主早就给我们配备了最顶级的排毒系统。肝脏负责将有毒物质转化为水溶性物质，肾脏负责过滤形成尿液排出体外。只要肝肾功能正常，身体不会无故囤积所谓的致命毒素，花大钱吃成分不明的排毒产品，反而会给肝肾增加额外的化学代谢负担，损伤脏器功能。尤其是灌肠排毒更是荒谬至极，肠道内有精密脆弱的微生态菌群，频繁灌肠会破坏益生菌平衡，损伤肠道黏膜，严重时引发肠道感染、败血症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真正的健康排毒从来不用花大钱，每天喝足量白开水，吃够蔬菜、粗粮等膳食纤维，促进肠道蠕动，保证充足深度睡眠，让肝脏和大脑自我修复，这就是最安全、最高效的排毒方式。第2名，为饿死癌细胞完全戒断淀粉。很多中老年人防癌心切，或是确诊癌症后听信谣言，认为碳水化合物、糖分会滋养癌细胞，于是采取极端生酮饮食，彻底戒掉所有淀粉，一口米饭、红薯、土豆都不吃，妄想饿死癌细胞。这简直是拿生命开玩笑。从病理学来看，癌细胞极其狡猾霸道，身体切断碳水化合物，缺乏葡萄糖时，癌细胞不会被饿死，反而会启动备用能量机制，疯狂分解人体正常的肌肉、蛋白质和脂肪功能。这就是医学上的癌症恶病治。最终结果是癌细胞持续生长，患者却出现严重肌肉萎缩、体重暴跌、免疫力彻底崩溃，连基本的白血球数量都无法维持，根本承受不了手术、化疗等正规治疗，最后往往不是死于癌症，而是死于严重营养不良和并发症。我们需要戒掉的是蛋糕、奶茶、糖果中的精制糖，而不是地瓜、糙米、玉米等天然优质复合碳水。保持正常体重，储备充足肌肉，才是对抗重大疾病最强大的资本。第1名，晚餐只吃水果或喝纯果汁。这个习惯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做，很多人把它当成健康的减肥养生法。晚餐不吃正餐，只吃一大盘水果，或是把苹果、奇异果、橙子打成纯果汁饮用。殊不知这是损伤肝脏最快捷的方式。水果中含有大量果糖，果糖和葡萄糖不同，葡萄糖能被全身肌肉细胞利用，而果糖只能通过肝脏代谢。晚上人体活动量极低，能量消耗少，大量果糖涌入肝脏，肝脏无法及时代谢，就会将其转化为三酸甘油酯，囤积在肝脏内部，直接诱发非酒精性脂肪肝。千万别小看脂肪肝，临床上有明确的肝病恶化路径，脂肪肝会逐步发展为慢性肝炎，肝炎恶化成肝硬化，
最终可能演变为肝癌。长期脂肪堆积会让肝细胞发炎坏死，纤维化变硬，彻底损伤肝脏功能。而且把水果打成果汁，会过滤掉最有价值的膳食纤维，破坏细胞壁，让果糖吸收速度飙升。喝果汁和喝含糖饮料几乎没有区别。水果是健康食物，但要记住2个关键：一是控制食用分量，二是尽量在白天吃，而且要直接咀嚼食用。晚餐的餐盘里应该搭配足量蔬菜和优质蛋白质，而不是高糖水果。盘点完这10大伪健康习惯，相信很多人都恍然大悟，原来那些我们习以为常、坚持多年的养生方法，竟然一直在悄悄透支身体健康。真正的养生从来不是走极端、盲目跟风，也不是寻找神奇的养生偏方，而是顺应身体的自然规律，给身体提供均衡的营养，坚持适度的运动，保持规律的作息，再配合定期的科学医学筛查，这才是长久健康的核心。人到中年，身体的各个器官陪伴我们多年，难免会有轻微磨损和老化。面对健康，我们不必过度恐慌，也不必盲目执着，保持通透达观的心态，不被伪养生谣言裹挟，不被虚假健康产品忽悠。记住，靠自己科学养护身体，用真心爱护自己，看淡不必要的健康焦虑，把日常起居打理好，把未知的疾病交给专业医师，放下不切实际的养生期待，摒弃错误的健康执念，才能轻松拥有健康的生活。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你重新认识养生，避开所有伪健康陷阱。如果觉得对你和家人有帮助，不妨点赞关注，把这篇内容分享给身边在乎的亲友，让我们一起远离伪养生，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，从容安稳的慢慢变老。我们下期再见。